今天来解读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成名作《穷人》。接下来会陆续讲解一些比较经典的文学作品，因为我个人非常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所以就从陀温开始讲起。接下来几期的视频都是他的书。这段时间其实一直在琢磨该怎么讲好一本文学作品。然后呢，我觉得读文学是有门槛的，这个门槛在哪里呢？首先，文学的本质是一个作者试图通过文字给读者传递某一种感受。那么，这个所谓的感受有两个方面，一个是来自外部的世界、外部的社会，另外一个是来自作者内心的内在的世界。就说一部文学作品，我觉得要么表达的是对外在的社会或者是外在的世界的某一种感受。比如说鲁迅啊，就会通过一个个故事、一个个人物来试图描绘出某一些比较深刻的社会现状，或者说就是作者内心的某一种情感，他很想表达出来，比较浓烈的爱情也好，比较极致的孤独也好等等。所以要读懂很多的文学作品，特别是一些比较经典的文学作品，它的门槛在于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所处的甚至国家跟作者都是不一样的，个人的经历的差别也很大，所以感受上有时候会非常难去共鸣对方文字里的东西。所以后面讲文学呢，基本上会分成这样几块来讲，先会讲一讲作者以及这本书的创作背景，然后再讲一讲他大概讲了一个什么样的故事，最后分享一点我觉得比较值得细细品味的一些细节。所以接下来这期视频就先来了解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个人经历以及《穷人》这本书的一些创作背景。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21年的11月11号出生于莫斯科，也就是大概200年前的某一个双11。他家里一共有7个兄弟姐妹，他排行第2，他上面还有一个哥哥。然后呢，他的父亲是一个军医，后来获得了贵族的身份，攒了一点钱之后，他买了一些土地啊、庄园啊，然后买了一些农奴。图文的父亲性格非常暴躁，有人说是他是病死的，但是也有传闻，因为他非常虐待那些农奴，所以被人杀害了。那后面我们要讲的卡拉马佐夫兄弟里面的那个父亲，有很大一部分就是以他的亲生父亲为原型的。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9岁的时候第一次犯癫痫，从此这个病就伴随了他一生。我们会发现有很多大文豪都会有这个病。然后16岁，也就是1837年，他的母亲去世。第二年1838年，他考入了彼得堡军事工程学院，接触到了很多的，比如说莎士比亚、歌德啊、普希金啊等等作家的作品。然后他就开始对文字的创作产生了兴趣。第二年，也就是1839年，陀思妥耶夫斯基18岁的时候，他父亲去世了。然后图文以及他的兄长米哈伊尔共同继承了他父亲的遗产。然后陀思妥耶夫斯基就靠着这笔遗产为生接下来几年，但是因为他的生活非常奢侈，而且他完全不懂得该怎么去管理遗产，然后还染上了赌博，所以他的钱很快就挥霍完了。到了1843年，也就是他22岁的时候，他从那个军事学校毕业了，被分配到当地的一个工程局去担任一个绘图员，就像我们现在可能看画图的那种人一样，收入非常低，他就另外得靠翻译一些国外的文学作品为生，所以生活非常窘迫。到1844年，他为了去赚稿费，然后23岁，陀思妥耶夫斯基就决定退伍了，辞职了，就专职开始写作。但是当时他既没有名气，也没有背景，所以基本上没有什么人会去关注他。2年之后，他花了大概9个月的时间写了这本《穷人》，然后一发表之后，很快就轰动了文坛。别林斯基称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他是俄罗斯文学的天才。当时他非常贫穷的生活，在这本书里有非常非常细腻的体现。26岁的时候呢，他参与了一个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一个聚会，然后渐渐就开始去思考社会问题。到了27岁，因为他开始传播反对政府的一些思想，他就被抓了，他被判了死刑。但其实这个死刑是一个假死刑，他在行刑的最后一刻改判为流放到西伯利亚去。所以这一次的经历就给了他非常强烈的精神冲击，因为他不知道那是一次假事情，他以为自己马上真的要死了，刀都到脖子上的那种。所以这一次巨大的经历、巨大的创伤，影响了陀温对死亡、对生命非常深刻的理解。然后到28至32岁这4年，他流放到了西伯利亚去了，然后在那边一个军师的监狱里面服苦役。在服苦役的期间，身体就开始恶化了，他癫痫经常发作的那个期间。然后那段时间也没办法做文学的创作，但是他每天都跟这些罪犯共处，跟那些最底层的人共处，他亲眼目睹了非常非常多的暴力，非常非常多的绝望，以及在那样一个环境下很复杂的人性。
之后，他的思想从一开始就非常激进，转向了对人性的复杂，以及开始有了很多宗教信仰的一些探索。然后这4年服役结束之后，他升任了少尉，终于就获得了自由。然后他开始追求宗教的救赎。2年后，也就是1860年，他重新返回圣彼得堡，发表了被侮辱与被损害的。然后1864年，第一任妻子和他的兄长就都相继的离世了。然后他也就是太不擅长经营他的家产了，就濒临破产，还欠下了很多债，他就逃到了欧洲。到了1866年，写了《罪与罚》，也就是我们下一期视频要讲的这本书，奠定了他在文学界的国际地位。到了1868年写了《白痴》，1872年写了《群魔》，就这2本书揭露了非常病态的一个社会。到了1880年，发表了《罪集大成》的卡拉马佐夫兄弟，也就是我们下期要讲的写的第一部。然后1881年2月9号，他写作的时候要去搬一个柜子，然后血管破裂死了。就卡拉马楚的兄弟没写完，他第2部就没有写。那么《罪与罚》和卡拉马佐夫兄弟分别是中期跟晚期的作品，我们在后面2期视频讲。那么这大概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整个一生。然后呢，19世纪的俄国那个时候正好在经历封建的农奴制转向一个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转型，所以那个时候社会动荡非常非常的严重，贫富差距拉得越来越大。然后1861年的时候，也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刚刚释放回到圣彼得堡没多久的时候，农奴制被废除掉了。然后大量的农奴看似说你们不再是奴隶了，看似获得自由了，但是他们连赖以生存的土地都丢掉了，又没有工作，然后又没有社会背景，又没有资源，所以底层人民的处境就更加艰难了。然后随着资本主义不断的推行，圣彼得堡这个城市，很多城市呢快速的扩张。同时呢，从前的一大批贵族的阶级渐渐衰弱掉了，社会结构变动的非常大。那这种非常混乱的社会，在下一期视频《罪与罚》里面会有很清晰的体现。然后这本《穷人》就是托斯托耶夫斯基最早期的一个作品，是他的成名作，也算是处女作吧。然后创作这本书的时候，他就是在那个工程学院毕业后2年吧，应该是。然后他不喜欢那个工程局的工作，又因为赌博欠了好多债，上面讲了，所以他非常急着需要一些钱去还债。那当时据说是他连写作的笔纸都买不起了，他为了快点攒这个稿费，就很快的写完了这本书的。他据说是只写了9个月。然后在圣彼得堡的生活的这段时间里面，他目睹了很多底层的人，包括抄写员啊，一些妓女啊，不知道能不能讲，还有很多平民，比如说一些女仆啊等等，一些非常穷的人的悲惨的生活。这些人也就成了创作这本《穷人》里面一些人物的一些原型。然后这本书呢，通过55封信，包括31封是男主人公写的，叫做《街50斤》，然后24封是女主人公写的，叫做瓦莲卡。这2个人写的通信，还有里面还有很长的一段是瓦莲卡他的一个笔记，然后这个笔记里记录了他自己一生的经历。当时这个形式非常的新颖，就是用书信来往的形式，把穷人的现状，当时社会的现状非常细腻地表达出来的。所以在这本书里，我们会看到当时社会那些贫困的，他的内心有多么的复杂和扭曲。那么以上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经历以及这本书的创作背景。那么接下来呢，就先来讲一下这2个人的人生是怎么样的。因为这本书本身其实并没有讲一个说多么复杂，甚至说多么完整的故事，它更多就是这2个人短暂的几年的通信的过程中揭露出了一些细节。那首先来介绍一下这本书的男主人公，叫做街50斤，他的全名叫做马卡尔·阿里克谢耶维奇90几。然后这个名字在不同的版本里面翻译的名字不太一样，音译。然后很多地方是叫做街夫世进，然后我读的是人民文学出版社的叫做街舞世进。然后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关于他的出身，书里并没有非常详细的提及，只是在说4月8号这一封信里面，他写给这个瓦林卡的一封信里面提了一嘴。他说，我不是伯爵世家，我父亲不是贵族出身，按收入他和他全家过的日子比我还穷，所以这个街50斤就是一个穷人家出生的孩子。然后他的工作是在圣彼得堡一个底层的文书，他就靠抄写文档赚一点点工资来维持生计，每天就是机械的上班抄写，然后下班呢就回到一个非常阴暗潮湿的出租屋里，日复一日机械的就这么活着。那因为他收入不稳定，就被迫被搬到了一个房租更低的更破的一个地方，也因此遇到了女主人公瓦莲卡。瓦莲卡是一个17、18岁的少女，应该是17岁，我记得瓦琳卡就住在他对面，窗对窗的对面一幢楼里面。
然后街舞师金见到瓦琳卡之后，就对她心生爱慕，因为年龄差距很大，街石金书里讲应该是46、7岁。另外一方面呢，出于底层人内心的那种深深的自卑，他不敢去见瓦莲卡，甚至于说他也不太敢承认自己说对瓦莲卡的情感是什么样的一种情感。他说自己是出于父爱，并非男女之情的之间的爱情。然后这个情绪就非常复杂了。可是您误解了我的感情，我的亲人，您把我的真情的流露完全理解到了另一方面去了。鼓舞着我的是父爱，那完全是纯洁的父爱。瓦尔瓦拉·阿列克谢耶夫娜，这个就是瓦琳卡的全名。看到您的令人心酸的孤苦无告的处境，所以我才替代了您亲爹的地位。这话我是从心底里，从一颗纯洁的心里，像亲属那样说出来的。我觉得他一部分的确是像一个父亲爱女儿一样的那部分情感，也有爱慕，也有救赎等等，有很复杂的一个感情。总之呢，从此瓦琳卡就成了接骨诗金生活里唯一的寄托。他就省吃俭用，宁可自己都不吃饭，衣服都穿得破破烂烂，鞋子的底都掉了，他也要省下钱去给瓦琳卡买花、买糖、买吃的等。到了瓦琳卡非常困难的时候，他甚至豁出去唯一仅剩的尊严跟脸，去试图去借高利贷去帮他。但是钱没借到，还换来了一顿羞辱。后来他欠的钱越来越多，越来越多，房东包括房东的女都开始瞧不起他，甚至都开始到吃不起饭了，迫不得已还得反过来问瓦莲卡借点饭钱，就生活已经完全陷入到绝境了。但即使是这样，他还会把仅剩的那么一点点饭钱拿出一些来帮助邻居一个更吃不起饭的一个人。然后逼入绝境的时候，他的上司看到了他破破烂烂的在上班，应该是出于这个上司，应该是出于维持自己的体面，然后就施舍给街舞师金一点。这个行为让街舞师金感恩戴德。然后拿到这些钱之后，他给自己留了一点点，然后还了一点欠下的房租，把剩下的钱全部给了瓦琳卡。但就在这个时候，瓦琳卡为了结束这种毫无希望的生活，决定嫁给一个地主，叫做贝克夫。那这本书就以介入诗金最后一封信，非常绝望的信就结束了。然后到了女主人公叫做瓦莲卡，全名叫做瓦瓦拉·阿里克谢耶夫纳多布谢罗洛娃哈，就瓦莲卡是她的昵称。那瓦莲卡，她把自己的一生的经历都写进了一本笔记本里面，因为她非常感激街舞诗金的厚着，她就把这本笔记本送给了街舞诗金，用街舞诗金表达说：“你能不能多跟我讲讲你的人生履历？我非常感兴趣，你细致的跟我讲一讲。”他去把这个笔记送给他。瓦莲卡从小其实生活的还算是幸福的，父亲呢是一个老公爵府上的一个管家，然后他妈妈就是家里的家庭主妇，他也不用上学，所以没有那种学业压力。父母对他呢也非常的放纵任，所以他每天就自由自在的玩。他说那时我是个那么爱欢蹦乱跳的小不点，成天什么也不干，尽在田野上、小树林里、花园里乱跑，谁也不来管我。直到这个老公爵死了，然后他的继承人就把他爸爸给解雇了。然后丢掉工作的瓦琳卡的父亲呢，就只能带着全家搬到圣彼得堡的一个城郊去了，因为在那里有一个人欠了他爸爸一些钱，他爸爸把之前攒下来的一些积蓄全花光了，还和一个叫做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人，就一个所谓的远房亲戚借了一些钱，就在圣彼得堡的郊区买了一幢小木屋。但是非但钱没有要到，又因为一直都没有工作，一直都没有收入来源，生活就变得越来越苦。然后那个费奥多罗夫娜，就是那个远房亲戚，三天两头的找一群人来要债，他自己不来，他非常爱脸面，所以整天都有一些陌生人到瓦琳卡的家里来要债，三天两头的就吵吵闹闹的。然后要完债之后呢，瓦琳卡的父亲就会朝母女俩发脾气，之后瓦琳卡就被送到了一所寄宿学校去上学了，因为他不会讲法语，怎么都学不好，学校的老师跟同学就三天两头的欺负他。然后出于债务的压力、生活的压力种种原因，瓦莲卡的爸爸身体越来越差了，精神状态也越来越不好了，脾气也越来越差了。他甚至开始整天抱怨瓦琳卡，觉得他在他身上花了这么多钱供他上学，学法语又什么都做不好，觉得瓦琳卡一点用都没有。没过了多久，他爸爸就病死了，然后他的妈妈也得了重病，所以他们就被迫把这个小屋卖掉了，还债没地方住，也不知道去哪里搞饭钱啊。就在这个走投无路的时候，这个远房亲戚费奥多罗夫娜过来说：“哦，我身为一个远房亲戚，我应该帮助你们。”于是就把瓦莲卡跟他生病的妈妈接到他家去住去了。但是他收留他们母女，其实也只是为了利用他们。他一次又一次的试图说服瓦琳卡嫁给一个地主有钱人，就上面讲的。但是这个费奥多罗夫娜每天和他们家里来来往往，
形形色色的人都说自己有多善良，收留了一个走投无路的远房亲戚，同时私底下对他们又非常的刻薄。那这段时间虽然说过得很苦，但好在有一个地方住，还有口饭吃，日子过得也算是平静。然后在这个远房亲戚家里呢，还住着他的表妹，叫做萨莎，你反正也被欺负的不成样了。还有一个穷大学生叫做波克洛夫斯基，他们俩还得以在那个波克洛夫斯基那上了1年的课。那个时候，瓦琳卡跟他的表妹就很调皮，一天到晚就想着说怎么才弄这个老实的波克洛夫斯基，一个穷大学，好多次都被他们气哭了。但是随着后来慢慢的，他们的瓦琳卡的长大成熟，这个穷大学生成了瓦琳卡的好朋友。然后呢，波克洛夫斯基呢，有一个老妇时不时会来看这个小老头，也就是他的父亲，在波克洛夫斯基的母亲去世之后，娶了另外一个女人。然后那个时候做格罗夫斯基才10岁，这个新老婆非常的刻薄，总是苛待这个前妻留下的儿子。然后这个老头和费奥多罗夫娜好像有一点点关联，大概就是这个波克洛夫斯基死去的母亲是由费奥多罗夫娜，就这个远房亲戚牵线搭桥介绍给他的父亲的。然后他的父亲也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一个文书之类的人，但是才嫁过去4年，这个大学生的妈妈就死了，但具体的原因书里没有详细的讲。虽然书里没有明确的讲，但是从这个远房亲戚千方百计的让瓦琳卡嫁给地主贝科夫，以及说他对这个穷大学生的母亲介绍给他的父亲这些经历来看，这个费奥多罗夫那应该就是一个不择手段的红娘，他通过介绍一些姑娘给一些有钱人来赚钱的。然后这个贝科夫远房亲戚费奥多罗夫娜穷大学生以及穷大学生的父母，还有瓦莲卡的母亲之间，好像存在着一些社会阶层之间层层的剥削的关联。他们的关系在瓦琳卡的笔记里面有一段话，里面就一笔就带过了，挺模糊的，但是我觉得这个模糊很妙，就很真实，非常符合瓦琳卡的身份。毕竟一个一点社会地位都没有的，只是被利用的一个小女孩，怎么可能知道这些人的关系呢？但是从那段话里面，我觉得也隐隐能够感受到，他们之间就是一级又一级，处于义与利益往来层层剥削的关系。这段话我读一下：地主贝科夫认识文官波克洛夫斯基，就是那个老父亲曾是他的恩人，把孩子接过去抚养，还送他进了学校。他之所以关心他，是因为认识他故去的母亲，他还是个姑娘的时候，受过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恩惠，由他做媒，嫁给了文官波克洛夫斯基。贝科夫先生是安娜·费奥多罗夫娜的知己和好友，出于慷慨，他送给新娘5000卢布做陪嫁，这笔钱去到哪里去了不知道，这都是安娜·费奥多罗夫娜对我这么讲的。大学生波克洛夫斯基本人从来不爱讲自己的家庭情况，听说他母亲长得非常好看，因此我觉得奇怪，他的婚姻怎么会那么不幸，嫁给那么微不足道的人。他死的时候还很年轻，结婚后只过了4年，所以摸不清楚他们具体什么关系，反正挺复杂的，就是。然后这个前妻去世了之后呢，这个老头就娶了一个后妈泼妇，日子过得非常不顺心，就每天被这个老婆打，然后他就迷上了酗酒，一天到晚就迷迷糊糊的。然后他在这个世间好像唯一的寄托就是他儿子了，就这个穷大学生了。但是这个儿子明显对他的父亲是有怨意的，也交杂的很交织的很复杂的情感，既渴望父爱，然后对他也有怨。老人大概每周会来看望这个儿子2次，然后说话也要小心翼翼的，就这里能够感受得出来，他们父子之间那种一方愧一方怨，然后彼此之间又有很深的羁绊，又有很深的爱的那种感觉。但是非常可惜，这个儿子很快也病死了。儿子生前唯一的寄托就是他省吃俭用省下来的一大堆书，房东费奥多罗夫娜就是这个远房亲戚，把一切都试图拿走。这个可怜的富老头拼死抢下来一部分书，就把自己的衣服、口袋衣服也全部都塞满了。他想拿这些书送儿子最后一程，然后送的过程中，这些书掉了一地，这一幕读的时候就真的是读哭了，就念一下。最后棺材盖上了，钉了钉装上，大车运走了，我只送他走到街的尽头，马车夫赶着车小跑走了，老人跟在大车后面跑，放声大哭，他的哭声由于奔跑而颤抖，上气不接下气。可怜他帽子掉在了地上，不停下来去捡，雨打湿了他的头，又刮起了风，细雨打在他脸上，刺痛了他的脸。老人似乎没有感到恶劣的天气，边哭边从大车的这一边跑到另一边，他的破旧的长礼服的前襟像一对翅膀似的随风飘动，所有的口袋里都有书冒出来。他2手紧紧地抓住一本大书，过路的人脱帽画十字，有的人停下来
看着可怜的老人感到惊讶，书不断地从他的口袋里掉到污泥里。有人叫他停下，只给他看丢了的东西，他就把书拾起来，又去追赶灵车。就是看到一个老头，儿子留下唯一的东西就是这些书，他一边追一边跑，一边书从他的衣服里掉出来，他一边捡起来。他试图把儿子留在这个世间一点痕迹，但是他留不住。然后瓦连卡送完波克洛夫斯基最后一程之后，他就回家了，发现自己的母亲也只剩下了最后一口气。我回家了，我万分悲痛地扑在妈妈怀里，我用胳膊紧紧地搂住她，亲她，恩哭大哭，担心她紧贴着她，好像极力要把我最后的朋友搂住，不把她交给死神。但是死神已经站在可怜的妈妈面前。到这里，笔记就结束了。但是从这个笔记里，从包括往来的信件里面，我们能够了解到，瓦琳卡一直都不肯娶费奥多罗夫娜的，让她嫁给那个贝克夫，所以她就想办法偷偷搬走了，就住到了街舞市井对面去，应该是住到了一个女仆的家里，寄居到她家了。这个期间，费奥多罗夫娜一直在帮贝科夫找他，为了撮合这桩所谓的婚姻，其实是一笔交易。费奥多罗夫娜就一边散布说瓦琳卡有一笔隐藏的遗产留着，一方面又以瓦连卡母女说欠她的房租以及一些饭钱逼瓦琳卡就范，然后迫于生存压力，瓦琳卡还是选择了嫁给了这个贝科夫。这个故事呢，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故事，就非常简单，但正是这么一个简单到不能简单的故事，里面藏了太多的细节的东西了。人物的性格，他们的生存现状，当事人跟人之间的关系，包括工作的关系、社会的关系、婚姻的关系等等。所以我本来说想着尽可能把这些人物的性格、社会关系能够给他分析得很透彻，然后我一开始是一封信逐一去拆解这些细节的，但是发现怎么拆解都不如整段的读，然后就变得很啰嗦。所以我觉得这本书还是得自己去读，我就简单的讲几点我的感受。首先来聊一聊接50斤这个人信的开始。接10斤是这么写的：昨天我是幸福的，非常幸福，极其幸福。就是这个开头跟后面的这些不幸形成了一种非常强烈的冲突。那他这种所谓的非常幸福、极其幸福的感觉从哪里来的呢？仅仅是因为瓦琳卡把窗帘卷起了一个角，因为他之前的信里虽然书里没写，但是后面他交代了一下，他建议瓦琳卡说，如果你起床了，你就把窗帘卷起一个角，如果你睡觉了，就把这个角放回去。这样的话我就知道，哦，我的宝贝瓦莲卡起床了，我的宝贝瓦莲卡睡觉了。然后他看到瓦琳卡似乎采纳了这个建议，他就非常激动，就跟我们现在的很多恋爱脑是一模一样的。晚上8点钟光景，我醒来拿出蜡烛，准备好纸张，在削笔，忽然在无意之中抬起眼睛，真的，我的心就猛然地跳了起来。这么说，您终于懂得我要什么，懂得我的心要什么了。我看见您的窗帘的一角卷了起来，挂在凤仙花的花盆上，这个凤仙花也是他送给他的，完全按照我发您暗示的那样。但是在随后瓦琳卡的回信里面，这完全不是街舞反金想的那么一回事。关于窗帘，我根本没有去想过，大概是我搬花盆的时候他自己挂上去的。你看就是这样。然后这两个人的通信，你会发现一个特点，接50斤的信都很长，非常啰嗦。然后瓦琳卡的信呢，就基本上比较仓促，比较简短，他也有点不知道说什么，就一直在道歉，一直在感激。这就完全是一个将近50岁的啰嗦的老头子和一个17岁的内敛害羞的少女的样子。就这么一点小细节，我觉得人物内心的这种空洞，人物的性格，他们是什么样的人，就非常清晰的就带入进来了。就是我们有时候看电影或电视剧的时候，很多时候要交代一些，通过对话去交代一些故事背景的时候，往往会出现为了交代而交代那样的状况，就会看起来非常的生硬。但是这里面的对话就完全没有感觉，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完全带入了书里面这些角色里面去了。然后在后续的内容里面，你会看到街舞石金这个人内心有非常多的矛盾，比如开始的信里面，他会对自己住的地方表达各种各样的不满。我落到一个什么样的贫民窟里来了？埃瓦拉、阿里克谢耶夫娜，这也被称作住人的地方。以前我的生活像个影视，您自己知道，安定清静，屋子里要是有个苍蝇在那飞都听得见，可这里却尽是吵嚷叫喊这样的。然后下面讲的这个过道又多黑多脏等等，再有后面讲的时候，他又觉得说他住在这里很满足，很平静，一切安好，就各种矛盾。所以很多时候你看街舞时今天信的时候，他的话是语无伦次的。在这种语无伦次里面，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人的生活是非常混乱的，是没有什么指望的，他的情感和他的自尊是没有地方可以安放的。
所以，当他看到一个处境甚至比他还糟糕的人，并且在后续的生活里面，他感受到自己被对方需要的时候，他那些压制的情感，在现实世界里面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这个时候，我觉得他都不是说他在救瓦琳卡了，而是瓦琳卡一直在救他。所以，当瓦莲卡最后向生活低头说决定要嫁给贝科夫的时候，就诗金在最后的信里面，他就几乎就崩溃了。事情怎么会这样呢？瓦琳卡，今后我将要给谁写信呢？小宝贝，是啊，小宝贝，您倒是考虑考虑。小宝贝，今后我将给谁写信呢？我要叫谁？小宝贝，我要用这么亲热的称呼去叫谁呢？今后叫我去哪里去找您呢？我的小天使，我会死的，瓦琳卡一定会死。我的心承受不了这样的不幸。就是啰里吧嗦一口一个小宝贝，也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就是只有在重复的啰嗦中的恐惧，就包括从他之前的心里有无数个小宝贝，无数个亲爱的。你刚开始读这本书的时候，我觉得好肉麻，但是后来随着这个街舞时，经生活越来越崩溃，这些肉麻的称，渐渐我们读的过程中就会感受到的是恐惧跟绝望，那个肉麻会消失掉。他太害怕这个唯一的指望也消失了。所以就像我们有时候，比如说你太喜欢一个人了，太害怕他消失了，会走入两个极端，要么你就什么肉麻的话都说不出来，要么你就满嘴都是肉麻的话，然后甚至要逼对方说肉麻的话，就这种感觉，因为恐惧所以才肉麻的。包括他所有的信里，除了表达自己有多么在乎瓦莲卡以外，剩下的就是我自己是不重要的，我饿肚子也没关系的。到后来，因为衣服鞋子都破破烂烂的，他开始担心别人会不会因此瞧不起他。直到他把这层担心也打掉的时候，他为了瓦琳卡去借高利贷的时候，意味着他把作为人最后的一点自我也丢干净了。直到瓦琳卡离开这个世界里，几乎就没有所谓的街舞诗金这个人了，他只是一具行尸走肉，一个麻木的肉身而已，他没有任何价值了，他只能毫无底线，仅仅只是活着而已。而这个人是当时那个社会绝大多数人的现状。而瓦莲卡呢，他为了躲避那个远房亲戚费奥多罗夫娜的剥削，他寄居到了一个应该是一个女仆的家里，就靠着对方说在外面找点针线活，分给他一点，赚那么一点微薄的钱来生活。他的贫穷比街舞诗金更严重，那终于没有一个正经的工作，有时候好像说是3天都没有东西吃，衣服都破到没办法出门那种地步。而且作为那个时代的一个女性，这样的情况完全没有摆脱的可能，唯一的可能就只能依附一个男性，没有任何别的出路。所以他一开始呢，依附的是街舞诗金。瓦琳卡非常善良，他知道街舞诗金过得也很糟糕，也比他好不到哪去，所以就只能一边内疚，一边接受他的救济。但是卡在这样的过程中，靠着一个本身就没有未来的人的救济，他的前途更加的不知道在哪里。他说：“哎，我的前途如何？我的命运将是怎样的？痛苦的是，我处在这样一种一切都情况不明的处境，我没有前途，我根本无法预测我将来会怎么样。回首往日也是可怕的，那全是些令人伤心的事，一回忆起来，我的心就碎成2半。我永远要怨恨那些毁了我的恶人。”从他的父母离世之后，他活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价值就是他这具身体，甚至于对他的父母来说都是这个样子。他的父亲在无力承担生活的重担之后，对他更多的也只有抱怨，觉得他活着起不到任何的作用，而不是说我给不了我的女儿好的生活感到愧疚，是抱怨。然后对费奥多罗夫那就更凶了，从他一开始的目的说，所谓的要救救你，帮你，其实就是为了剥削他，让他帮他干活，最后要把他卖给地主。那对这个地主来说呢，也不是因为爱他，一方面是瓦琳卡是一个门第，好操控的门第，另外一方面是他好像跟瓦琳卡的母亲之间有一些什么来往，那书里没有特别清楚的交代，就一句话就带过了。所以这个年轻的瓦琳卡，一个应该是17岁的少女，也是一个很矛盾的人。她很善良，她不愿意接受别人的施舍，还有一些自尊，不愿意嫁给这个贝科夫。同时呢，每天都生活在忍饥挨饿，生活在不知道自己未来在哪里。她才17岁啊，所以最终就形成了一个非常孤僻的，抓着自己仅剩的一点自尊活着的那么一个人。但最后没有办法，这点自尊还是抵不过生活的压力，还是妥协了，还是决定要嫁给那个地主了。所以街舞诗金也好，瓦琳卡也好，他们的生活就是撕裂的、矛盾的、撕扯的。还有其他的人物，包括穷大学生波克洛夫斯基，就代表着知识分子，读了无数的书。我觉得他是这本书里唯一一个到死都坚守着自己的本性跟自我的人。但是在那个年代，穷人的自我不值钱，所以他唯一的结局就是早早的死了。还有房东啊、女仆啊、
其他的租客啊，街舞时间的领导啊，员工啊，所有的人之间，除了层层剥削的关系，看不到别的东西。但是在这本书里面，我觉得很触动人的一点是，在这些剥削里面，你能够看到瓦林卡跟街舞是经人性里面那一点点善，但这个善的存在只会让他们的生活变得更苦更惨。但正是这种不该存在的善，反而在这本书里面偶尔一次两次的在这两个主人公身上发出光来的时候，非常触动人。我觉得这可能就是陀思妥耶夫斯基说了好多次的，最伟大的灵魂往往藏在最卑微的躯壳里。然后去分析这些人物的时候，我们其实分不清楚结尾时金对瓦林卡的爱是怎么样的，是不是纯粹的，也没有办法。瓦林卡最后选择了为了生活，为了钱舍弃的街舞时金，是不是不道德的，是不是不应该的？就是在那样的生活面前，好像不可能存在一个道德的人，反正就是挺复杂的。这期视频其实删删减减做了好多次，本来是一封信接着一封信，把里面那些细节想讲清楚的，但写到第4封信的时候，就写了将近2万个字，就觉得发现完全写不了，而且就是讲的时候，也完全不能把当中的那种压迫感、绝望感、撕裂感讲出来，所以还是自己去读一读吧。然后呢，这2天读了挺多文学作品的，也在想着说，我们这个时代文学到底还是不是必要的，还要不要去读？然后刚好昨天读了格非老师的《雪饮露丝》，是一本散文随笔，应该算是里面有一篇探讨说当今这个时代文学的意义。有人觉得所谓的经典文学它是反道德的，很多文学读者反而会让我们觉得很压抑，甚至有些很暴力，觉得文学已经渐渐失去它的价值。但是我觉得文学其实本质上是一种是哲学的一种情绪化的表达，所以它其实是高出所谓的现实意义的。就像隔壁老师说的，说我们读文学，并不是说我们试图要从中学会什么为人处事的道理，我们不能把文学的好坏用是不是符合道义的、符合道德的、是不是正能量的来区分。说老人与海是好的，说安娜·卡列尼娜是坏的，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是好的，月亮与六便士是坏的。我最近越来越喜欢读这些经典文学，一方面是恰恰是因为它是高于道德的、脱离道德的，它不提倡任何所谓的正确的道理，从而让我们感受到这个世界的一种复杂，人的复杂。因为道德是对这个世界的一种简化，是对人性某种的一种规则，所以他把一个复杂的东西试图变简单。而文学是对这种束缚的一种解放，是精神世界的一种扩展。然后另外一方面呢，把他说的功利一点，现在这个世界的浮躁，好像让我们渐渐只有能力去喜欢那些感官刺激非常强的东西，那些故事、短视频，好像让人的感知力、感受世界的能力在减弱，在倒退。你比如说迷恋短剧、迷恋八卦，大家都在各种炸裂三观的各种新闻报道下面去发泄自己内心的混乱和攻击性，我们越来越难去感受那些细碎的小事下面更深层的人性的美好。所以好像电影啊、音乐啊、艺术啊这种大众的审美一直在往刺激感官的方向走，越能刺激我们就越能取得世俗的成功。但问题是我们心里其实知道，如果一直顺着这样的方向一路走下去，自己会变成一个什么样的人，一定不是我们自己心里想成为那样的人。所以偶尔停下来去重新感受一下这样的细碎的美好，你可能会发现我们以前觉得美的东西，觉得那么好玩、那么刺激的东西，本质上都是一种自我欺骗。我前2天还跟几个朋友说，现在打开手机看短视频，觉得很无趣，感觉每个人都在卖力的在表演着自己，我有多厉害，我有多努力，我有多快乐。演着演着，好像自己都相信自己是这样子的，就演到都没办法停下来的。一旦停下来，就会发现自己是假装的。而我们已经越来越难面对自己的这种伪装，越来越难面对自己真实的样子，所以试着去读一点文学，去感受文字下面看起来非常无聊、非常没意思的一些故事，下面其实有很多非常有趣、人性的美，大概就这个意思。